很高兴您加入热门新闻频道。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封面人物滚吴磊，他的眼睛做出决定。接到《草木人间》剧本前，吴磊看过导演顾晓刚的第一部作品《春江水暖》。那部电影先是获得了2019年 FIRST 青年电影展最佳影片，后来又入选法国电影手册2020年度10佳影片，揽获了众多权威奖项的认可。流动的山水画卷，浓郁的市井气息，自然的素人演员，吴磊对最后一点印象尤其深刻。他记得自己在一个下午看完《春江水暖》，思考了很久表演方面的事。2022年拿到印着导演名字的剧本时，吴磊吓了一跳，他没想到缘分会来得这么快，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那么的符合你心意，反而到那种时候你会怯懦。吴磊说，接下这部戏意味着他将要第一次全力挑战文艺片，他担心自己还没准备好。我不知道我说明白没有？对着镜子刮完胡子后，他一天工作的开始，他又补充说道，我怕我没办法像导演上一部电影里的演员那样优秀，不是某一场戏，而是整个演出过程，他觉得没有把握。从一开始，顾晓刚就确定吴磊是他所要找的何慕莲。草木人间是他山水图系列的卷2，人如草木，他想在影片中探讨人在被动的命数里能发挥的主动性。他心目中的何慕莲既是自然之子，有着佛经故事木莲救母中神性的那面，又是接受了现代文明的都市少年，遵循着当下年轻人的生活轨迹。吴磊健康、阳光，有运动感，在外形上符合他对自然之子的想象。更重要的是，吴磊还有一双特别清澈的眼睛，那双眼睛会让镜头前的人相信他跟自然之间充满着神秘而微妙的感应。蒋勤勤在《草木人间》里饰演吴台花，何慕莲的母亲。他觉得吴磊是对自己、对表演都有清晰认知的演员，因为负责任，所以才会想很多。电影分了3幕戏，人在草木即为茶，对应着茶山、人间、山林。吴磊不太愿意回忆拍摄第2幕戏的细节。那幕戏里，母亲吴台花在失去了采茶工作后，误入了传销组织，儿子何慕莲奋力解救，母子间爆发了一系列冲突。后来讨论度颇高的那场戏发生在大桥下，母亲对着报警的儿子又是扇耳光，又是嘶吼，我就是赚不到1分钱，我特么高兴，我乐意。2个演员哭得撕心裂肺。吴磊说，那是一段痛苦甚至有些狼狈的回忆，但在那个时候，他只是对饰演吴台花的蒋勤勤说，姐，你就扇我吧，你就打我吧，你这样是在帮我。演完那场戏，他哭了1个小时。怎么理解母亲的爆发？吴磊说，人的悲欢并不相通，爱意也不一定都彼此适配。吴台花想要爱情，这点一直被儿子忽视了。他试探性地问儿子，钱叔怎么样？儿子难掩嫌弃与不满地回答，妈，我能养活你。儿子一直在寻找那个杳无音讯的父亲，寻找吴台花不愿揭开的真相。他们没有完全理解彼此。吴磊喜欢的戏是木莲和台花倚在雷峰塔上，谈论在杭州安家的未来。远山淡影，对面传来南屏晚钟，诗意的画面，温馨的情感。在山里拍戏，休息时他会直接躺在地上，看着树丛在空中勾勒出的心形。他觉得何慕莲一点不复杂，特别简单，所以特别难演。像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纯真，没有杂念。那种简单是很多人身上都不具备的，包括我也是需要很努力才能找到简单的感觉。干净的眼睛，眼睛。与吴磊合作过的导演、演员经常提到那双眼睛。《琅琊榜》导演李雪接受采访时说，飞流选角时，一开始选出来的演员都没有孩子眼睛里那种很干净的东西。
如果说凭借飞流这个角色获得国剧盛典最具潜质演员奖时，15、16岁的吴磊只能算以孩童本色出演，那么到草木人间，这种一以贯之的气质便弥足珍贵了。陈建斌在草木人间中饰演男2号，在董宇辉的直播间里，他谈到对吴磊的印象，我第一次跟吴磊有对手戏，是我站在茶馆前头，他骑自行车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充满活力，特别健康。他站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一看就觉得透过他的眼睛，好像能抓到他的心了，非常纯净的一双眼睛。童星出道近20年戏龄，陈建斌说吴磊是有着苍老灵魂的年轻演员。你想，他毕竟在江湖上混了很长时间，小时候就在各种剧组里生活。其实这种江湖气势很难避免的，但是我觉得他有很好的机制，能把这些排除掉，能够还保持这种状态。他身上这个劲儿让我觉得很感动。排除杂念需要全神贯注在演戏本身。爱情而已导演陈畅分享过，在片场，吴磊不躺标配的休息椅，而是喜欢坐在一张自己带的小凳子上。深圳40多度的夏天，吴磊饰演的角色宋三川需要在网球上不停打球，刚打10分钟，吴磊的妆就脱了，他索性素颜，他能接受。他希望自己不仅在网球水平上尽力贴近角色，也希望能表现出运动员的率真与健康。很少有人会怀疑吴磊的自律与努力，他可能是最会骑马的年轻演员。你看他零下28度骑马横跨乌兰布统雪原，你不得不佩服他单手拉缰的力量感，还有他惊人的视力，他能看见最远处还只是一个黑点的马和袍子。吴京和吴磊合作过《我和我的父辈之乘风篇》，他形容吴磊是无条件绝对服从的一个演员。能提前1个月练马吗？可以。能光膀子吗？可以。能晒吗？可以。能剃头吗？可以。拍枪战戏时，子弹炸膛，吴磊脸部受伤，他坚持到拍摄结束才就医。敬业之外，吴磊还很聪明。他6岁出道，哪吒的角色是他自己争取来的。封神榜之凤鸣岐山的副导到他的学校挑演员，他想都没想就追下去喊：“哥哥，我也是演员，你给我拍几张吧。”还是个小孩的他在节目里说：“我想当演员，可是我有一个想法，我不想当笨演员，我想当一个聪明的演员。”什么是聪明的演员？对接什么戏有清晰的认知，可能是聪明的表现之一。尽管吴磊说他对剧本好不好的评判标准是我喜欢的就是好的，宽泛的标准，但好事者还是能找到他喜欢什么的蛛丝马迹。接下爱情而已时，他说剧本里有非常先进的爱情观，他不能错过。事实证明，这部电视剧是近年来少有的不含任何工业糖精的都市爱情剧。对彼此平视、彼此成就的爱情关系的探索，让这部剧拿下了豆瓣评分8.2分。接星汉灿烂是因为角色的复杂性。他后来谈到对星汉灿烂里少年将军凌不疑的理解，总会提到那句看起来不重要的台词：“过午向来不时。”过了中午就不吃饭了，吃多了困，会失去斗志。那是他通向角色的钥匙。理解不了角色内心的时候，他就会学习角色的行为，在生活中苛刻地要求自己。星汉灿烂拍摄期间，不管多晚，他都会健身，把身体逼在非常干练的状态。他逼自己去理解角色那种为了复仇日夜不疲的精神。剧本里凌不疑的台词常常以凌某开头，吴磊把所有的凌某都改成了在下。他理解以凌不疑的心路历程不会自称凌某。外界会把星汉灿烂视为一个转折点，不仅是因为这是继琅琊榜小飞流角色后吴磊再次出圈的角色，还因为在这部电视剧里，吴磊再次更新了他的荧幕形象。
凌不疑的性格里有多疑阴鸷、明暗交汇的一面，这是和吴磊本色相去甚远的气质。某种程度上，吴磊通过凌不疑完成了从男孩、弟弟到男人、男友的转变。在演戏这件事上，吴磊可能不是一个野心写在脸上的演员，但他足够有耐心。演员肯定是有阶段的，但是这个阶段的定义应该由自己来想。我该拍什么，肯定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很多事情顺其自然的，不能强求。我曾经以为像《草木人间》这样的文本，这么好的故事和这么好的导演，我应该35岁之后才遇见。谁能想到我在那么喜欢《春江水暖》之后，2年不到我就遇到了他。总是感觉路还长，在职业生涯早期，他就幸运地得到了观众的认识和青睐。他说这给了他安全感和包容感，让他觉得他有很长的时间去遇见他的每一个角色。演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出道20年，老演员吴磊已经不太喜欢和外界分享对表演的想法了，并不是我不想讲，或者说有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因为表演的经验越来越私密了。我觉得应该自己一个人想，很多事情讲出来可能就变味了。草木人间里，何慕莲是个大学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前途迷茫的年轻人。这是当下许多年轻人都多少会面临的困境。吴磊很早就开始工作，似乎前途对他来说不是困扰。但他说，我担心的事情可能和慕莲担心的事情差不多。我想一直演一直演，但演员有时候演完一部戏就失业了。我休息的时候也是想拍的，所以也会像慕莲一样需要找工作。外界期待是一回事，吴磊说，他更想做的事还是向自己证明自己。18岁，他饰演了张艺谋影中的少年武将杨平，不久又以全国第一的成绩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成年后，他一步一个脚印，一次次突破形象，塑造了阿诗勒隼、郑雨兴、凌不疑、宋三川、林奕阳、何慕莲等深受观众欢迎的角色。吴磊对近些年的工作基本是满意的，反正我满足了我的期待。焦虑更多地发生在拍戏的日常缝隙里，为角色和细节所担心、所思考。也有过想要躺平的时刻，但冷静下来，理性下来，他仍然觉得，或者说越来越觉得，演员是世界上最幸福的职业。毕竟很多时候都在为自己努力，对不对？我很珍惜。这2年，吴磊生活里最开心的事，可能是拍了《岂有此理》。他喜欢骑自行车，从泉州骑到厦门，和朋友骑行千岛湖，又独自踏上赛里木湖绵长的公路。3年来，制作越来越精良的视频背后，是吴磊全身心的投入。他既是骑行者、出镜者，也是导演、策划。执行下来并不是件轻松的事。他总在剧组转场的时候，或者在杀青之后拍视频。对他来说，在路上也是休息。我喜欢骑自行车，我在做一件让我自己开心的事情。在这个过程里，我还受到了一些人的喜欢，我觉得这太幸运了。幸运，吴磊反复强调说，一个戏接一个戏的拍，他不觉得疲惫。实际上，演员吴磊没有真正想要休息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年轻人谁不辛苦？我已经没有很辛苦了，我很幸运地获得了这一切，就没有什么资格去抱怨。吴磊擅长通过角色来学习，他从宋三川那里学到优秀的男生可以长成什么样，尊重女性，有作为男性的责任、担当与勇气。他和业内前辈保持着亦师亦友的关系，在草木人间剧组里，他和秦姐就像战友一样接受剧本洗礼，从陈建斌那里学习关于表演的开放性思维。与此同时，吴磊也擅长在生活中找乐子，打游戏、吃外卖都可以让他开心。假如用3个词形容自己，
他会回答说，游戏水平极其高超，很会点外卖，涮羊肉可以轻松记住每个菜品要涮多久。采访结束，他玩起了儿童滑板车，弓着身子，兴奋地在走廊上穿来穿去。他就这样微妙地在严肃与轻松之间，在稳重成熟与少年心气之间切换自如，让人再次想到陈建斌的那句形容：吴磊是一个有着苍老灵魂的年轻演员。